哎呦，总算是搞到了。是噻，不厉害吧？我搞到的。我是大沽县衙捕快王家洛，尔等在大沽客栈犯下命案，速速与我回衙门受审。哎呦，一个小小捕快哦，竟然一个人能追到这里来！哎，老子懒得杀你，赶紧滚！依大清律例，拒捕抵抗者，可斩杀。哎呦，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哦！你可知道老子是什么人？尔等以毒杀人，且如此穿戴，定是来自灵溪的荣天一派。多少还是有点见识啊。没有错，老子就是荣天剑派。荣天剑派一行，速速与我归案，否则我当下可就不留情面了。荣天剑派门人个个武功卓越，就算是大内侍卫也不敢一个人跟我们挑衅。我告诉你，命死你自己嘞！赶快走！命是我的，追凶使命是朝廷的。我是大沽县衙捕快王家洛。大师兄，不要让战！哎，唐月，你的？他嘞，他叫啥子？叫王家洛。不简单啊！咱们走。耽误这么久，我们赶紧走水路去葛窟跟掌门会合。这天才刚黑，怎么就都睡了？能住大车店的，都是跑码头的辛苦人，天一黑自然倒头就睡。也不知道在不在里面，要不要把所有人抓起来查？没有找的人就在里边。
你怎么知道？左边地上那几双鞋，大通铺不比嘉峪河客栈那双，都得爬上去。寻常人上大东铺，大多鞋尖都是朝里的，那几个人则是朝外的，这是行走江湖的人才会有的习惯。那动手。全部拿下！快走！快走东西！县那个捕头王家洛，你不是被我杀死了吗？只要你们杀不死我，我就必定将你们落案。想抓老子，你没那个本事！大沽县衙捕快王家洛，正是。此人是你杀的？此人是杀人凶犯，依《大清律例刑例篇人命之2，289律第4条，若以毒药杀人者，斩。还没审你就杀？依《大清律例刑律捕王之1，389律第4条，凡杀人盗犯及未杀人之首盗，若逃脱被获者，并于本地方斩决。律例倒是背得挺熟的。身为大清官吏，熟知律法乃本分。可你知不知道，我还没审他，你就将他给杀了？你在葛姑令陈武致死之际，我也还没审他呢。办案为公，公事何来处理一说？我还没有怪你添乱，
你反倒跟我不依不饶上了。在下秉公查案，怎么乱你的事了？又怎么不依不饶了？小捕快，我不想跟你多费口舌了，赶紧滚回大沽去，别再干涉内务府办案。这个案子你担不起。人命关天，更何况是9条，谁都担不起，所以我更得追查到底。看看，伊尔根觉罗穆卿，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看清楚了就滚吧。那腰牌上只写了内务府2等侍卫之位，为何要我滚？我是令你滚回大沽。大沽县衙承直隶厅之命，直隶厅承顺天府之命，追凶查案之事当属刑部，到哪儿都轮不到内务府来号令。内务府办案什么时候轮得到你一个芝麻小吏来问东问西？大人，你是4品带刀侍卫，但就算官阶比我大到了天，也不能越级下令。我叫你声大人，但是叫归叫，听命归听命。大人说得对，我们这帮芝麻小吏，连问东问西都不敢，又怎么敢违抗大清律令？那你一个大沽县衙的地表，跑到山东临清又算什么？算跨省追凶，依大清律例刑例偏颇。行了，你不要再跟我扯那些什么律例了。王家洛，我告诉你，这个案子已经由内务府全权接手，各个衙门均不得插手。干什么？刑部的文书啊！我怎么会有刑部的文书啊？你怎么会没有？既然你要让各地衙门避让，就必须持有刑部的文书在身。我告诉你，刑部已经下令，你要不信的话，回你的大沽县衙问去。我回去会问的。但是大人，若刑部果真下了此文书，你没有随身带着文书，就是渎职；若刑部根本没有下过此文书，你身为4品带刀侍卫如此昭告，就是欺瞒。两者无论哪一个，都已经违反了大清律例。你这是非要跟我搅和下去？在下不是搅和，在下是秉公查案。你看看你，一个朝廷的官穿成这样，成何体统？大人言过了，在下只是一个小小的捕快，根本不入流，也算不上朝廷的命官。这身衣裳确实多有不妥，是因为我连日追凶，捕快的衣衫早已破烂不堪了。我就是随便买了身便宜的，凑合凑合。你一个小小地保，也算是忠心为朝廷办事，这个钱就赏给你。听我一句劝，回大沽去吧。这个案子，你管不了，也不该管。这是要干什么？这是我家门的钥匙，在下出门仓促，确实盘缠不够了。这10两银子就当是我向大人借的办案公款，日后定由大沽县衙归还。你不回大沽，你还要追？大沽从未有不了之案，我必须要追查下去，不能半途而废。好，随你的便，非要徇私，我管你作甚。9套衣服。4月初1，上海北郊门兴旅馆。穆青兄，招供了，他俩确实是荣天岭的弟子，大沽客栈一行9人也确实是荣天岭所杀，但那2人死活说自己没参与。救命案已经不重要了，
他们还交代，说荣天岭掌门卓不凡让他们的手下分头前往上海。他们这一路带头的叫唐玉，就之前淘宝被杀那个。他们知不知道要去上海的什么地方，要干什么？只知道要去上海，连会合的地点也只有那个唐玉知道。不过有一个人说，他曾无意间听到过其他门徒闲谈，提到了法租界麦琪路，好像还说了4月初3这个时候。4月初3，法租界麦琪路。我请求，会不会是谭仙接头的地点和时间呢？卓不凡是不是在提起亲王卖名？试探过，确实不止。他们的行李里边有几套西式的衣服，看上去倒像是同盟会的穿着打扮。卓不凡是要跟谭仙接头，他要在上海冒充同盟会现身，离4月初3可只有3日。我请求，明儿个咱们就到上海了，赶紧查，赶紧准备，应该还来得及。内务府将步军统领衙门监里囚禁了12年的那个叫门三刀的前一前侍卫给射出了。真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这些？那你也不会忘了这个人吧？想当初你跟这个门三刀可是情投意合，连先帝都有意要撮合你的。如今这个门三刀已经被赦免出狱，而且还回到了内务府，现在正带着大内侍卫外出办案呢。陈年旧事早已忘却，也不愿再提。怎么就不提了呢？我还想多跟你聊聊这个门三刀呢。明日你便可以启程前往上海。我实在是累了。我这辈子能够娶到哥哥，将再无遗憾。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他。以后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你想怎么样，我都顺着你的意。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不会再纳其虚小。春日最后的花儿开到荼蘼了，终结将至，灿烂繁华和刻骨铭心都将消失。母亲，保重。这要不是因为公务缠身啊，我就和你和父亲一同去上海了。没事，你好好忙。你也好好玩。嗯。来，过几天回京，你和父亲应该都已经回京了。你喜欢吃天津小点心，我给你带一些回去。那我到上海也顺便给你买些新衣服，洋装那些还是上海的款式好点。好啊，走吧。
边境。你干嘛一直跟着我？所以你是从天津一直跟我到这儿？你是怎么跟上的？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跟上的，你走得太快了，我中途好几次都跟丢了，好在幸好最后我都找到了你。我们不是说好让你在大沽等我消息吗？我一个人都不认识，我不要去什么大沽，我要跟你查案。你就这么一直傻跟着，也不直接来找我？我怕你赶我走啊！你这个人简直就是疯的，每天饭也不吃，一直在赶路。要不是你到处打听，我早就跟不上你了。那你吃饭了吗？跟我来。馒头，热乎乎的馒头。老板，一个馒头。哎，哎，这有菜。姑娘，咱们可说好了，我现在是办案追凶，带着你的确是不方便。以下呢，我要去上海，等到了上海，你绝对不可以再跟着我了。哦。老板，再来一个。啊，马上。你自己也打算一下，看看之后是去哪，回家也好，或者回日本也好，反正到了上海去哪儿都方便。或者我给你送到上海的衙门。林姑娘，真的不是我不管你，主要是我就一个人，你跟着我实在是太危险。你衣服怎么又破了？有机会我给你补一补啊。哦，走吧。你接下来是要去上海吗？嗯。那你是怎么知道那些杀人凶犯去上海的？你都查到什么了？我在临清嘛，追到那个逃犯了，然后从他身上拿了一账本。青衣信封，日本人，请吧。是。钟将军，您好，玄阳社青衣信封。钟海潮，北洋军第6镇协督和硕齐亲王的爱婿。早就想来拜会您了，可惜一直都没有机会。恰好我们这次在天津公干，日本17师华北驻军第3特勤旅大佐也一直很关心中国，更嘱咐我一定要来问候您。客气了，请看茶。《法华经》这本经书是我送给钟将军的一份小小心意，希望我们日中的友谊经久不衰。
现在上海啊，到处都是外国人，走两步就到租界了。我可这按察使呢，是讲究序呀，哎，得看上面的眼色，看洋人的心情。找我哪组啊？我此次前来是为办案。哦，穆大人的事体肯定是重要事体，那么需要在下做点啥吧？派人清查各个旅馆、客栈、饭店，我要找到卓不凡和荣天礼一行。那么租界李湘呢？兄台，我是查案，不是杀人。这租界难道连进都不能进吗？哦，懂了，下官明白了。那下官现在就去安排啊。林总，咱们，师娘，一路辛苦了。你们到了，怎么样？大家都到了吗？小师弟还没到，我这奇怪噻。这唐玉应该比我们先到的。没得说。唐玉可能遇到麻烦了。咋子？金多，叫师兄弟们收拾东西，咱们立刻走。走？去哪儿？这儿已经不安全了，路上再说。快去。哎，希望他没事了。我也希望。不凡，师娘，不是这天都快黑了，你打算换哪去啊？我还没想好，咱们先出发再说。好不容易来了上海，咱也去什么租界找个饭店开开洋荤。找什么饭店呢？现在什么时候了，大师兄？你是嫌贵不？我不是嫌贵，我们不能太过招摇，要小心谨慎才是。啊，那你说，咱们去哪儿？总不能露宿街头吧？咱们先走再说。走。哎呀，走嘛，大师兄。没有遗漏，不能说绝无遗漏，但是大小客栈、饭店、旅馆都打听过了，没有卓不凡和荣天岭的踪迹。那郊外的呢？旅馆、客栈太多，郊外也远，还在打听。不过穆青兄，说句不好听的，怕这么找，是吃力不讨好啊。是啊。穆青兄，怎么说你也是赫赫有名的大内第一高手，你会怕那个卓不凡？江湖上传闻卓不凡剑法天下无双，我也早有耳闻。我倒是想跟这位不世的高手切磋切磋，但眼下咱们有妖人在身，容不得半点闪失。我想，若是在4月初3之前能找到卓不凡，将其拿下，那我们就可以先跟谭仙去接头。要不然，2日之后，必有一场恶战。你们是什么人？大沽县衙的王家洛，殺せ！
行くぞ。这太阳葱油面还是上海做的地道。城隍庙有一家老店，做的比这个还好吃。那等儿子把案子办完了，我陪穆青兄到城隍庙好好逛。好。整条麦琪路走下来是2600余步，差不多是25引14丈多1尺。东边临街有11家铺子，3家卖衣服的，2家杂货，2家卖果子的，2家饭馆，1家书店，1家茶楼。西边临街有9家铺子，1个饭庄，2个洋人馆子，1个卖水果的，1个卖首饰的，1家金铺，1个卖洋人面包的，顶头就是这么个洋玩意儿的咖啡厅。穆青兄还真是看得精准呢。想在这样的一条街上劫人，只需要有15个身手过得去的侍卫足矣，哪怕他是一个高手。那咱们人手足够了。哎，穆青兄，要不要让咱的手下也穿上这些洋服什么的？咱们连街头的人在哪儿都不知道，装扮成同盟会的人，怕是反而会穿帮。死守住这条街就行。这个路口、这个拐角，还有这街面上，多派点人布防。明白。穆青兄又在找什么？我在想，卓不凡明天会在哪里出现？我猜啊，他一定会将自己的人都混在这些商铺里。那咱们就将自己人都布到街面上了。穆青兄的意思是，要他们扮成路人的样子。商户、游人、贩夫走卒、乞丐、流民，也都扮成一个样子。得嘞。这条路并没有多长，我们安排的人手足够把前面封锁住了。不能封锁。你如果这样封锁了，台仙他们还敢进来吗？把士兵安排在麦琪路的周边，叫他们隐蔽好。是。那个县衙捕快是否处理好了？他能和内务府一明一暗，又在一起追查案件，说明此人一定是个隐秘的高手。他的功夫确实在很多日本武士之下，不过他已经被我打下了山崖，肯定没有生还的可能。那你之后有没有亲自下山崖寻找他的尸体？你没下去。当时的情况我没办法下去。那你怎么能肯定他掉下去就一定是死？凭我的判断，我觉得当时他肯定是死了。最好如此。醒了。是你救了我。我救不了你，是你自己没死。想吃？切！多谢。
你一个和尚，怎么还吃肉喝酒啊？如此不守戒律。谁跟你说我是个和尚了？这儿连个庙都没有，还谈什么戒律？再说了，参悟佛看的是心，又不在口舌上，更不在胃里。大师说的有道理。我算什么大师啊？哎，你小子欠了人多少钱？被砍成了这个德行。要个红烧鳝鱼、八宝鸭、生煸草头、腌笃鲜，再来个年糕炒毛蟹。好嘞，听着就好吃。穆青兄对本帮菜也这么熟啊？哎呀，这儿好呀，整条街一览无余。明儿个咱们就在这儿静观其变好了。这个位置还是留给卓不凡啊。明日咱们上楼喝茶。明日之事重在耐心，一定要等卓不凡先帮我们把谭仙认出来，才能动手。全听穆青兄安排。要是这些个巡捕出来搅和，怕是会坏了事情。回去和巡道衙门打个招呼，明日把这些当差的全部调走。穆青兄，这些是租界的巡捕，巡道衙门可管不了他们。那是谁管？应该是租界的公董局，可那儿都是洋人。让巡道衙门去和洋人沟通，告诉他们朝廷要办案，不论如何，他们要给我们这个面子。居然从大沽县追到了这儿，还打算接着往上海追啊？追？你图什么？你这个小小的地保，犯得着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你还挺敢想啊？不行吗？你有执着，可惜你呀，太执着了。你以为凭你就能树起公义，就能以正乾坤？你哪知道，树公义、正乾坤，那得多费功夫啊！你小子这辈子怕是也做不完这件事儿。你的命短，命长的是王朝。你没生，他就已经在那儿了，没准你死了，他还在，你连活都活不过他，你替他操什么心？我只是想，大清活了快300年了，你才活几年呢？啊？你懂个屁呀！等你死了，皮肉腐烂不在，还能剩下什么？什么流芳千古，那都是活人骗死人的东西，一堆白骨何来分发？别说香了，臭都留不下。就算是遗臭万年，那也不是寻常人能有的本事。吾得斗生之水，然火耳。君乃言辞，曾不如早索我一枯意之死。你一个县衙里不入流的小小捕快，竟然能说出庄周的警句，不简单，不简单呐！读圣贤书有什么难的？难的是把圣贤之声说给人去听。你能成大事，但凡能做大事的人，都需经历磨难。你今后的路，多舛艰辛呐。我能成什么大事儿？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捕快。我只想着能把那些杀人凶犯抓回去就行。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执着，所以你必能成大事。小地保，命已经将你带到这一步，你没得可选。哎呀，想醉都真麻烦。小地保，我得去大酒楼，
哎，从这儿到上海还得半天的功夫，你还不上路啊？多谢前辈大救，日后你成就了伟业，我救你，就算没有白救。这头啥刚光了？嘿嘿，洋人终于答应了，同意给咱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宽带。从明朝早上8点钟到下半天6点钟，整整10个钟头啊！麦岐路和周边3条母路啊，所有的警力全部擦光，这可是天大的面子啊！嘿嘿，说什么呢？辰时至酉时，可以让我们方便行事。就这么点事情，还叫天大的面子？当然了，那是洋人呐。洋人还交代了，提了一点要求。还有要求？是啊，他要我们必须承诺，不能制造混乱，不能开枪，不能伤及无辜。在自家地盘办事，我还得看洋人的面子。穆大人，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地盘啊，这是租界。哎，穆大人，可是外国人的地盘啊，你就忍忍好不啦？啊？安吉的啊，帮我收拾。快吃完，白树花呢？开花了，开花了。啊，这位小弟，麻烦问一下，你叫谁小弟啊？哦，这位小哥，麻烦问一下，我们这里是旅馆，你要么住宿，要么吃饭，问什么呀？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好好跟你说话呢。你好好跟谁说话呀？你看看你这个样子，大死！我是大沽县衙捕快，到此查案。干嘛？大沽县衙捕快，我吓啥人啦？天津大沽县城，我跑到上海来观察浪头了。看你这个样子，这个是捡来的吧？也不捡个大点的地方。笑，再笑一个我看看。大爷，侬不要生气，侬大人有度量啊！搿小人不懂事体。我问你们啊，4月初1那天是不是来了一批穿灵犀服饰的江湖人？哦，有，不过昨天下半日就走脱了。几个？他们分了好几趟，前后有10几20个人。哦，本身刚是订了3天房间，但是不晓得为啥昨天下半日就跑脱了。去哪儿了？搿我就不晓得了。他们提没提过什么地方？提过没有啊？提过。他们说过什么话？打算去哪儿？打算干嘛？给我想！行。这个是军部那边发来的密件。青兄，刚才查了一圈，租界工董局果然是把这里的巡捕都调走了，
这条街和周边的3条街都是全无设防的，咱们的人也都布好了，从街头到街尾。布防，这布的是哪门子的防啊？这2个装乞丐的，就知道往脸上抹泥，连伸手要钱都不会。啊，这2个假装商贩的，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呀？别人要买东西他都不买。买烟，快！还有那些个挑子的，这挑子的应该走街串巷的吆喝着，挑个阴凉地坐着是干嘛呀？他们就差在脸上写着我是大内侍卫。哦，还有这俩货，漆都刷到灯上去了，连个干活的样子都没有。这要伏击谁呀？穆青兄说的在理，是在下疏忽了，我这就让他们去改过。他们都已经到了，现在不动还好，动了反而更容易爆。说不定对手像你们一样的看不出来。我看这外头没什么异样啊，什么内务府的人，还有什么日本人，怕是不知道今天咱们在这儿等那个探险吧？埋伏是看不出来的，要是能看出来，那还叫埋伏吗？卓不凡也到了，正如穆青兄所料，他们就坐在昨天咱们坐的那张桌子，一共3个人，卓不凡和1男1女。对了，先前咱们在唐宇那儿搜出了9套衣服，所以我想啊，这外边恐怕有9个荣天里的弟子隐蔽着。不是9个，是11个。11个？你看那家卖衣服的店子，里边有4个男人。看他们的穿着像是那些什么进步学生，可那家店是用来定做西装的，而且他们一直都往窗口边上凑，肯定是在观察外面。那2个站在街边聊天的人，从我到了，他们俩就一直在聊，哪有那么多话可说啊？书架边上倒是坐着3个学生模样的人，地方倒是去的没错。不过我都已经喝了1壶茶了，他手上的书啊，连1页都没翻过。这就9个了，在下眼拙，还有俩呢。逛街呢，从街角一直走到街的中央，再绕回去，来来回回3次。果然有11个。何太兄看出点什么了？还请穆青兄指点。卖衣服的铺子和书摊都在街的东边，里边的人都一直看着对面。聊天的那俩人也站在靠近东边的路口。逛街那俩货一直沿着路南走。所以那儿就是。对，他们所有的注意力都在那家咖啡厅上。卓不凡的人等于已经告诉了我，谭仙就要在那儿出现了。那家咖啡厅就是今日的命门。得嘞，你们在这坐着，我下去走2圈。老板，生意可好啊？托您的福，上好上好。先生看点什么呀？好东西，我只看好东西。咱们店里都是好东西啊！哎，我是专门做这行的，好不好可不是老板你说了算啊。这个不错，这玉白菜是整块玉的，那个佛像就差远了。吃这口饭玩的就是眼力。哎呀呀，好眼力！行家，行家，兄弟你是行家呀！果然是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看看，看看，这玩意儿不简单啊！看似汝窑，其实它不是汝，是汴京官窑。
此窑与汝窑多有共同，气多仿古，胎骨深灰或紫色，釉色有粉青、月白，晶莹润泽，有纹片，紫口、铁口，不是行家，那是万分不出来的。这儿放了一堆汝窑的玩意儿，可兄弟你独独拿起了这一个，有眼光，懂行，这就是眼力呀！兄弟，看来咱们都是懂行的啊，应该多多交流才是。我呢是从南阳来的，专门做古玩珍品的买卖，大家都特亲近。小弟姓林，名浩瀚，林奇古隐，浩瀚无垠。当然，愿意的话也可以叫我的英文名 Lucky。Lucky 按咱们中国话意思啊，就是运气好，福星高照，开张大吉。知己难寻，知己难寻呐。是他吗？看着应该就是了。Can I help you? Coffee, please. All right. Sugar, please. Thank you.
有问题吗？我刚才给他做了验明身份的手势，这个人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那怎么办？会不会不惜他们？那个人想要跟我打招呼，他是冲着我们来的。镇定，别慌，我们再等等。这好的瓷器啊，真的是比金子还要贵。我跟兄弟一样，拿着这好玩意儿啊，我就放不下去。哎呦，摸着呀，那个感觉过瘾，满足。走。外面那些人很可能都是冲着我们来的。我们得赶紧走。走了还怎么接头？现在不走的话，怕是没法走掉了。好，就听你的，走。哎，兄弟，着急走什么呀？日本人来了。穆青兄，日本人来了。有什么好稀奇的？他们不来才不对呢。可他们人多呀。乌合之众再多又有何惧？看来今天是免不了一场硬仗了。一会儿不管怎么样都不要浪费精力，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咖啡店里那个男人，他一定是太监。外面人太多了，先别出去。辛陀，咱们进去把人拿下。拦下！我看谁敢拦下！天津大沽客栈命案凶犯，灵溪荣天岭一行，速速与我归案！我是大沽县衙捕快王家洛，千里追凶至此。荣天岭弟子于焕杰、秦陀犯下杀人大罪。荣天岭掌门卓不凡难辞其咎，
尔等速速放下手中兵刃，与我回大沽县衙受审。如若几人不弃剑投案，依大清律例，当斩杀。敢坏了我的兴致啊！叫你干点什么你都不会啊！大爷，你是个什么东西？还敢拦我？告诉你，老子今天就是不给钱，怎么了？怎么着？就你们几个还想动手？来！穷山恶水的破地方，真是坏了老子的兴致！哼！没事儿，没事儿，别扫了各位爷的兴致。老李，老李，啊，快点把地扫了。哎，抱歉了，诸位啊。43年了，功夫还没落下。这43年你都躲在妓院。怎么说你也算是我的前辈，一起喝一杯。这里的菜都偏甜，吃得惯吗？都已经43年了，再不惯也惯了。就好像这虾，开始的时候我都不会剥，现在我吃完了虾，能把虾壳拼回去。这里的做法，就是将新鲜的虾直接下锅，用海水焯一下，什么佐料都不放。你要是在这里生活10年，你就会喜欢吃了。没错，43年前，我的确是御前带刀，来这里是给内衙办事，但我不是栾，因为南少林没有了，也不知道他们的后人还在不在，就算知道，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于是我们在那一带就展开了极为残酷的巡查。我之所以说残酷，是因为栾毅的办案手法可谓是惨绝人寰。他始终都认为
出现在福建一带的香花僧，跟南少林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香花僧曾经出现在当地人的红白喜事上，为此，栾毅的恶毒逼供举不胜举。你一个做白事的，不知道香花僧，你再说一句不知道，我超度了你！我听说你们结婚有香花僧来加持，你给我把他们找出来，不然今天我多送你几个新郎。栾毅要找的香花僧叫无双宝。终于有一天，他追查到了无双宝的落脚处，在东边的浮屠寺，于是便率众杀去。然而，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在我们一行人前往浮屠寺的途中，纷纷中了疟疾，在路上就死了几个人，剩余的，包括栾毅在内，都处于濒死之际。我们一行人如幽魂般的到达浮屠寺，已全无大内侍卫的勇猛样子，一个个奄奄一息。而为我们施救的，正是我们千辛万苦要追寻的香花僧。无双宝和浮屠寺的方丈留住了我们几个人的性命。死里逃生后，大家都被感化，拜谢无双宝，并决定放弃追踪他的行为。然而栾毅却是不允许。当其他侍卫拒绝执行命令时，栾毅如恶魔附身，接连对手下痛下杀手。无双宝赶到之时，已经是满地尸首，而栾毅则杀红了眼。你也要偿命！大人，那是救了我们命的人。以此为限，你过线，我废你。说了你过线，我废你。无双宝出手将栾毅制服，我们一行人就只剩我和栾毅还活着。无双宝将栾毅囚禁在寺中。我伤好之后，他放我离去。我向他跪谢2次救命之恩，并答应他从此隐退。栾毅的腰牌是你放回到客栈里去的？是。无双宝交代，要我把腰牌放回去，是为了
给那些寻找栾毅的侍卫看，还在这上面刻上了这些字。我依照吴双宝的吩咐，把腰牌放回客栈，并看到那些侍卫将腰牌取走。之后，我就想回到故乡去躲祸，可又怕连累到乡里。再后来，我干脆想去南阳算了，但是我的疟疾也没有痊愈，身上还有刀伤。后来在泉州淋了一场大雨，我就病倒了。一个人像乞丐一样流浪在街头，要不是戴帝踩到了我，戴帝给了我1碗热粥叶，让我活了过来。从此以后，我就留在了青楼打杂。你后来还见过栾毅吗？栾毅被囚禁在浮屠寺3年，终于有一天他被佛光所感化，剃度皈依。剃度皈依？他的法号是不是渡恶？你怎么知道？你去过浮屠寺？你想走便走，不想走就不要过这道线，过线就废你修为。我是去过浮屠寺，但我并不知道渡恶大师就是栾毅。吴双宝那个香花僧，是不是般若堂首座传人？吴双宝是南少林第3代般若堂首座，他肩负着守卫净坛密藏的使命。他之所以告诉我这些，是因为将栾毅制服以后，怕这个秘密难保，于是他便悄然离去。那浮屠寺那个方丈呢？浮屠寺的方丈，好多年前就圆寂了。后来的方丈我也不认识。10年前，是我最后一次去浮屠寺看望栾毅。他告诉我，以后不要再来浮屠寺了。你去找了他？我一直都不明白，吴双宝为何会刻上这样的字。寺堂首座几代人之所以甘心一生颠沛流离守卫秘密，就是为了等待一个时机，将密藏交给真正能带领众生脱离苦难的人，而绝非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考虑。只有心有众生，才能解救众生。那你呢？你要做什么？我就守在这儿，守住这道线。大人，有个问题我想问你。你说。我在此隐居了43年，从未暴露过。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因为戴帝。戴帝？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他叫戴帝，先前别人都叫他清静。是。你之所以一生没有离开这座青楼，不就是因为这个女人吗？她都已经死了10年了，你为什么还不走？其一，这里有我幸福的回忆。我的前半生是为朝廷效命，但我只知道效命，却不知道为何。我的后半世在青楼里度日，见到了服侍众生。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世人想要的，只不过是几分逍遥，片刻安宁。我跟戴帝在一起，能够喝一口酒，吃2口饭，这便是我的逍遥。未当梦是浮生事，为负浮生是梦中。何须更问浮生事？只此浮生是梦中。大人博学。其二呢？其二，当年我为戴帝做了一条链子，算是我们2个人的定情之物吧。可是后来有一天，戴帝病了，我为了能够请郎中给戴帝治病抓药，无奈之下，只好把链子拿去当铺给当了。如今戴帝已经不在了，我这后半辈子就剩下一个心愿，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把这个链子给赎回来。你先前问我为什么能找得到你，就是因为这条链子。当铺开了200两，你只不过是一个妓院的杂工，要干到哪天才能赚得到啊？大人，你为何要寻找净坛秘藏？朝廷需要。但是百姓不需要。净坛秘藏或许能够使现在的朝廷日子过得好一些，但绝不可能把朝廷变成百姓所需要的朝廷。财富一定要交给能够使民众脱离苦难的人。我全当没听见你说这些大逆不道的话。大人，你真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坚定地执行着朝廷的任务，但心中却早已迷茫，因为现在的大清已经不值得你们年轻一代在为之付出生命了。我说了，我全当没听过你说这些话。就算你说的没错，我终究是个满人。何舍里，何舍里是我的姓。我已经40多年没有提起过此事了。我是整黄旗，但无分贫富贵贱，众生皆将平等。别说，这酒还真不错啊！下次还来他们家。他说的都是真的吧？你能听出来吧？句句属实。那算是白查了，这也没什么用。能有什么用呢？又绕回到浮屠寺去了。只不过我没想到，这渡恶就是栾毅。不管是栾毅还是渡恶，都没什么用的。栾毅会不会是无双宝的传人？无双宝就算感化他了，也不会将传承交给他。浮屠寺的那个少年方丈更不会是。他
他若是，就不会把传承给我，秘密给你。你没发现我们这一程追寻而来，都没跟波尔的传人接触过吗？43年前无双宝就销声匿迹了，他会去哪儿？40多年无影无踪，想必十有八九是东渡去了。他的传人在海外，在哪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43年前无双宝安然无恙，波尔封印也完好无损。无双宝必有传人，传人必知道30年之约。茶鸾亦不是白茶，至少我现在可以肯定，波尔的传人必会出现。哎，你们刚才说的那个什么浮生什么梦，什么意思啊？1000多年前，有一个文人问一位禅师：“未当梦是浮生事，未复浮生是梦中。”怎么说？人生在世，究竟浮生是一场梦，还是梦中有一场浮生？这位禅师回答这个文人：“何须更问浮生事？只此浮生是梦中。生来无痕，死去化尘，大千世界，这浮生不过就是一场梦。从生到死，只有一件事是相同的，就是无法摆脱迷惑，又何须在意这空而不实的人生中的事情？”对啊，那你为什么还那么在意？在意什么？在意这空虚无实的人生啊，在意无法让你摆脱迷惑的朝廷啊。你看栾毅，看看老黎，再看看你，现学现卖是吗？那你又何必如此在意呢？你们同盟会何止是空虚不实啊，根本就是个空，什么都没有。还有啊，今天晚上有，我什么都没说啊，我什么都没提，我没跟你聊革命，别跟我算次数。我今天跟你聊的这是白居易和鸟窠禅师对话的故事。你知道还问我？我是知道啊，但是你不知道啊。你要是真的知道的话，就不会那么在意了。我今天没跟你聊革命啊，穆青大人，你要讲道理的。我就该是个寻常的鹰犬。夫人，您请稍等，我现在就去通报。我找我夫君用通报干什么？让开！谁啊？问你话呢，谁啊？你怎么，夫人，你怎么来了？怎么，我不该来，还是不能来？别呀，不是，这不是这么晚了，你来多不安全呀？不方便。没有啊。不急，我在你办公室等你。夫人，夫人，有什么话你说。你把门开开，我进来跟你说。你先说吧，我听了再看，开还是不开？哎呦，夫人，你不要生气嘛，我就是今天晚上多喝了2杯，有点不胜酒力。你说你公务多，公务忙，我还真信了。结果这才几点，你已经上床去了。你听我解释啊，我就是去小憩片刻，一会儿就要起来工作的。最近公务确实是繁忙啊。你说说你怎么繁忙了？
我。你北洋是要打仗还是要训兵？你到福建是戍边还是操练？我看你没多忙吧。哎呀，这军中的事情，我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好多事我没法跟你说呀。夫人，别的将军是什么样我也知道。我之前也说过，你要纳妾，你要找小，我不会拦着你。但念在我是王爷女儿的份上，你不要打我爹的脸。你不用回家找我，但你也不要在军营里弄得人尽皆知。不要我来看你的时候，别人觉得我是个笑话。哪有的事儿啊！你肯定是想多了。我不和你争辩，我到你办公室等你，而不是闯进你屋去，就是给你给我都留下颜面。好了，我回去了，你忙完公务早点睡。哎呀，夫人，现在已经这么晚了，不如今天就留在军营吧。夫人，要不我今天跟你一起回去？哎呀，夫人，那你回去早点休息啊。我忙完这几天之后，我就回去多陪陪你。哦，夫人，这路上慢点啊。怎么找到我的？我在中海朝的文件里看到了密报，他们在地方上有情报机构，把内务府住在这儿的消息送到了中海朝那儿。我想你一定也在这儿，我就连夜找到了每天给客栈送菜的人，我跟着他们混进来的。你这样也太冒险了。有什么冒险的？就算被发现了，又能怎么样？母亲还敢抓我不成？中海朝敢治我的罪？我是有消息要来告诉你的。昨天晚上我偷看了中海朝的文件，北洋一直在监视着群宝的事态进展。如果母亲能有关键进展，北洋一定会有非常的手段。北洋是具备和清廷翻脸的资本的，所以即便是内务府涉及到关键问题，他们也不会有所忌惮的。北洋想找到密藏，对吧？之前我不确定，现在我肯定他们是想要的。想就想吧，说不定最终大家都是想想而已。戒律院封印在卓不凡手中，达摩封印在王地堡那儿，现在般若传人全无下落。不过门三刀最近查到一些信息，他觉得般若传人很有可能会出现在这次聚会上。母亲的思想有变化吗？我觉得有。他现在处于一种非常矛盾的阶段，是极有可能有极大转变的。你有把握吗？你来啦，你会比我更有把握的。要去见他吗？现在我应该更多关注中海朝那边，可能会对你们更安全。至于母亲，我相信她。莫大人之前怀疑过我们。怀疑我们什么？他怀疑我跟你聊革命了。不过我掩盖过去了，我说我知道了你们俩的事儿。你这么说，倒是能瞒得过他。不过，我还是相信母亲。你觉得他会选择我们吗？你不觉得，其实他比我们都更早加入了革命吗？
方人的个子不高，你穿这身衣服有点小。怎么就让你给发现了呢？这么早起来还没吃饭吗？听说这家店的肉粽不错，还有牛肉羹，是当地有名的早点，尝尝。你是怎么发现我的？我一直在等你啊。等我？你知道我会来？是。你凭什么认为我会来？你不来找柳林，你来福建做什么？你没发现他门口我连守卫都没安排吗？就是给你留着机会。只不过我没想到你会打扮成这副模样。那你好好跟我说说，我到底是哪里暴露了？离开京城前，你我见面的那一次，我发现了你跟柳林的不正常。你走之后，我就闪了他。柳林编了一个几乎完美的谎言来骗我，而且他觉得他已经骗过了。都完美了，那漏洞是什么？你和他认识不过寥寥数日，无论如何，你都不可能将你我之间过去的事情告诉他。能让你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立信任的前提，唯有你们是同志。起先你说过你不来福建，短短几日你便改变了主意。如果你不想来，谁能让你来呢？是你自己主动要来。你来是因为你知道了密藏的事情，你要帮柳林。你帮柳林就是要帮同盟会，同盟会是干什么的？是造反的，是革命的，是想要推翻大清的。你是王爷的女儿，北洋的夫人，推翻大清就是推翻你的家和你的家人。你能这么做，你只能也是同盟会的人。乌兰山哥哥，你是革命党。穆青大人，你要把我抓起来吗？你觉得柳林能做成什么？他不过空有一腔热血，意志坚定罢了。他做不成这件事。同盟会从日本派出9个人，刚回来就被你爹安排的人给杀光了。柳林只不过是原本陪同前来接头的一个保镖，他什么都不知道，连个同党都没有，孤身一人。对面是荣天岭的江湖剑客，北洋的枪，日本人的暗箭，还有我这么个朝廷鹰犬。哪一个他能赢过？哪一个他能对付？他有半分胜算。你是在劝我们放弃？除了放弃还能做什么？但凡他有一点成功的可能性，我都不拦着他去送死。如果他没有胜算，你也没有，谁都没有。你们没人知道菩提封印。是，他是知道，但那又怎么样呢？他拿得到卓不凡的戒律封印吗？拿得到王地宝的达摩封印吗？我都没把握能拿到，更何况还有一份根本不知道会不会出现的般若封印。我相信你能拿到。你觉得我拿到了，会交给你们吗？你不会吗？京城分别时，你对我说的话，我不想听你叫我哥哥。我当时没有回答你。现在我告诉你，乌兰山，我不想叫你哥哥。12年前我就不想，如今我也不想，以后我更不想。如果没有当初，你今天还用叫我哥哥吗？当初就是当初，没有如果没有。当年的变法失败了，如今回头去看，失败是必然的，没有人准备好了。
先帝没有，康有为没有，梁启超没有，大家都只想着变法，没有想好变法之后该怎么办。梁启超说，他想要一个少年中国。是，先帝那时候就是个少年，可惜失败了。如今的你，只能还叫我哥哥。所以你还在为让你失败的王朝守护着什么呢？你是爱这个王朝吗？可除了伤痛，这个王朝又给过你什么？这个王朝给我什么或者不给我什么，我都生在这个王朝，这是我无法选择的。在这个王朝，你是格格，我是奴才，我永远要叫你格格，永远要对你行礼。所以我愿意去改变，为了你。我16岁时到先帝身边，听着他们讲想要改变。我18岁时，先帝去改变了，失败了。之后的12年，我每一天都在想，为什么？这个王朝给我的就是我知道改变很难很难，连皇帝想要改变都很难，但总要去改变，有改变才有希望。你说除了伤痛，这个王朝还给过我们什么？这个王朝还给了我们希望，就是要去改变的希望。我走出大牢，我知道摄政王载沣大人正在推行历宪，我知道他在逆流中想要改变。存亲大人跟我说，找到秘藏，朝廷就有希望，那我就去找，不论多难，我都尽全力去找，因为我希望的是朝廷可以改变。可是到了今天，我觉得希望渺茫。我看到不听使唤的北洋，我看到孱弱无力的租界，我看到得过且过的地方官，我看到百姓的麻木和习以为常。世人都在浑浑噩噩地睡着，没有人叫醒他们如何改变。不是没有人去叫醒他们，是，我知道有一群人正在尝试叫醒他们，一次一次失败再来，越失败越坚定。他们会死，但不怕死，一往无前，前仆后继。我以前觉得这些革命的人都是疯子，为什么会这么不把命当命？现在我想明白了，他们的死就是用来唤醒沉睡着的世人们。其实12年前，谭先生就说过了，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而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我有许多同志被捕入狱时，一个个毫不畏惧。他们说，谭公是愿意以自己的生命去唤醒民众的真正革命者，他是所有理想主义者的偶像。母亲，你也是。他流血，你入狱，你早已经是革命者了。母亲，你是有信仰的人。12年前，你愿意跟随先帝去变法，那时信仰就已经种在你的心里了。我不知道什么是信仰。12年前，我觉得先帝很了不起，他想要改变，想要一个强大的国家，他给我希望，让我能娶你。12年后，我又成了大内侍卫，而你还是王爷的女儿。这一生我只信过2件事，一是改换天地，一是娶你为妻，都败了。我走出大牢时，就是一句行尸走肉，你已是他人之妻，我不能再娶；而改换天地，就是要打破你拥有的一切，我不能再做。抓到柳林，我不忍以刑罚对他，因为我知道他是想改换天地的人，我无法恨他。看到他虽孱弱，却在奋力抗击，我很钦佩。有一天我就在想，你过得好不好？
你应该过得很好。你的父亲是齐秦王，权倾朝野；你的丈夫是北洋，手握兵权。无论谁去看，你都是逼人幸福的女人。可我突然又想起12年前，先帝同意给我做天子媒时，那时你的笑容，那时你笑得开心的样子，我再也没有见过。北洋的丈夫是你爹给你选的，因为他需要北洋。可你喜欢吗？12年，你们无儿无女。乌兰山，你根本就不喜欢他。不喜欢又无法改变，你还会喜欢王爷女儿这个身份吗？这个身份已经成了你不能自由的枷锁。不能选择，无法选择，你还会过得好吗？你不是守旧的女人，你留过洋，读过书，有思想。12年前，你敢和我逾越禁忌，你敢反叛，所以乌兰山。送柳玲去你府上，就是我在赌你是革命党。既然你是，我再无羁绊。禁坛秘藏，我只要能找到，就是你们的。母亲，若我找不到，也无他人能得手。这件事情你不要告诉柳玲。他知道了，反而不会隐藏。你要小心，我怎么能说这么无用的话？会小心，你也要小心，不要再来找我，不要再来找柳玲。这里太复杂，也太危险，你根本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在跟踪你。吃饱了吗？吃饱了，你该回去了。母亲，假如这次败了呢？我说了，这一生我只信过2件事，败过1次又如何？不过才12年。乾隆年间的古币，乾隆年间那算不上古币。老板，你要想搞点能升值的，倒不如弄些咸丰年间的，当100、当200、当500、当1000，就那么囤着，100、80年后啊，兴许还能值点钱。我就要乾隆年间的，你去福州啊、厦门啊多转一转，多收一点回来。哎。说说，这是什么线索？你要是找得到，那就是关键线索；你要是找不到，那这个线索也就没用。
乾隆年间的钱币可不少呢，要找什么样的，你总得跟我说一下吧。我要是知道，还要你们干什么？要找当然是找有问题的了。你这句话就很有问题，我哪知道什么是有问题的？你要是不知道什么有问题，那就是你的问题了。行，我给你找去。好好找，别敷衍了事。哼，从来都是您敷衍我，我什么时候了事过您了？好，我去。母亲大人，很好玩吗？乾隆年间的古币也不是什么线索吧？当然不是。那你让这个鳄鱼小云去查什么？你是故意让他避开这几天？这个鳄鱼小人虽然看起来可恶，但说到底并不是一个坏东西。过不了几天就是30年之约，到时候免不了一番险恶。我不想让他掺和进来。你连我都骗不了，这家伙能信吗？他怎么可能错过让他发财的机会啊？这么贪婪狡猾，肯定偷摸回来。他若是足够狡猾，就应该明白30年之约那一天到底会有多危险。会很危险？不会吗？都按我说的安排好了，都准备好了，每层都有我们的房，每间房都有窗。王地宝和卓不凡来了之后，无论他们住哪间房，都在我们的包家等着。他们人也不少，我们包夹了他们，其实也等于他们包夹了我。是，大家混在一起，真动起手来，乱总好过有序。明白。让兄弟们好好歇歇吧，还有3天养精蓄锐，到了初6就图穷匕见了。这是我们一位日本商人的别馆。哼，看来这位商人也十分的懂得侘寂之美，他很有品味。内务府这一次一共来了多少人？他们带的人不是很多，大概20人左右。他们全部都去泽泽居了。是的，门三刀他们要了10几间房。卓不凡应该还有10几个弟子吧？
卓不凡他们还没有出现。王地堡有30多支枪，非常有可能他自己也会住进啧啧区。你挑选出几人，装成做生意的样子，也住进去。剩下的人分布在周围，监视每一个出入的人，连一只苍蝇都不能给我放过。你看上去很轻松啊。其实我很紧张，但不能表现出来，只能装得很轻松。这是我们朝廷鹰犬的基本素养。母亲大人，你不是寻常的鹰犬。是不是寻常的鹰犬，初6以后再说吧。若是我能得到全部封印，那我必不寻常；若是我得不到，那我只能是一个寻常侍卫。你要小心北洋。王地堡不是一个不讲信用的人。我说的是北洋。和他那几10条枪，我根本没放在眼里。我说的是北洋。你直接说中海潮不就完了吗？用得着这么费劲啊？你既然心里有数，我就不多说什么了。他要是想对付我，不用我二鹰的，可以直接来。所以我小心不小心又有什么用呢？我现在要去吃个饭，然后喝上一壶铁观音，美美的睡上一觉。我想休息一会儿。我没叫你啊。坐下来吃吧。这个牛肉羹，当地特产，好吃的。这个白萝卜饭也不错。哎，你要是不忌口的话，你就尝尝这个海蛎煎。你日本留洋回来的，你肯定吃得惯。喝酒吧。你不是说你要休息一下吗？怎么到了饭点儿带一张嘴就来了？我是说休息一会儿，我又没说不吃饭了。母亲大人，您不是身负重任吗？还这么高调的大吃大喝啊？我倒是想低调，可是所有人都知道我是来赴30年之约的，我低调给谁看啊？喝酒。哎呀，今日是我出狱以来最闲的一天了，这案子也没什么可查的，也没有什么人可审，除了等初6 30年之约，屁事儿没有。只剩吃饭喝酒了。是啊，今天也是我回国以来最闲的一天。闲归闲，你不要再跟我聊什么革命啊！今日只有你柳林，我穆亲，这里没有同盟会，也没有内务府啊！来，酒后高歌且放狂，门前闲事莫思量。你别扫我兴啊！来，文三刀。我天天说，我都说累了。你就是个食古不化的朝廷鹰犬。哎，他一个同盟会的，不叫我朝廷鹰犬，叫我什么呀？啊，接着喝吧，哈哈哈哈哈！啊，喝。我祝你为你的革命早日卧薪尝胆，备尝辛苦。我祝你为你尽忠的王朝早日坍塌覆灭，溃败瓦解。我祝你早日为你的革命奉献一切。我祝你为你死守的朝廷快快在革命中了结。呸！你们一帮同盟会自命不凡，什么玩意儿？呸！你们内务府啊，鱼中脑袋，食古不化。等着吧，你们什么都做不成的。等着吧，你们迟早被我们干了。你除了在这跟我逞口舌之外，你还能干什么？你厉害，你打8国联军去，你跟我穷恨什么？你臭不要脸！衣冠禽兽！乱党！鹰犬！乱党！鹰犬！乱党！鹰犬！滔滔然，感受汹涌。多
下不？小事儿，囊中之物。分不分彼此？你是我唯一的兄弟。你到了大姑，你说是我的兄弟，你爱干嘛干嘛。到顺天府带上弟妹啊！紫禁城里放风筝随便放。你去我大姑，我让县太爷给你烧菜陪你喝酒，喝好。格局小了，内务府总管知道吗？陪好你。要不是当今圣上年纪太小，高低喊他来陪你喝两杯。啊，圣上不行的，年纪太小要读书。怕什么？宣统里自己人，摄政王自己人，连先帝。先帝，你走得太早了。这门三刀怎么会如此不按常理出牌？我觉得他就是喝多了。不可能，他是内务府的侍卫，不是寻常的人，怎么会这么率性而为？我也觉得不可能，可事实就是如此。我想，若是卓不凡今晚到了，怕是也会被他拉着一起喝酒。你这个时候从啧啧居出来，王地保不会生疑吗？天亮之前，啧啧居不会有一个人清醒，根本没有人会发现我出来了。这把枪你拿着，必要时用。另外，中海潮也到了福建，是调来的，这肯定是齐亲王的安排。所以，卓不凡背后等于还有一支强援。跟随王地保的是43系山西的部队，我了解过一些，他们是不可能听其他地方驻军长官的调遣的。他只有30多人，真动起手来，敌得过地方驻军吗？门三刀和王地保合作，北洋再嚣张，能直接去打内务府吗？山高皇帝远，这里又不是京城，发生什么事都有可能。那您的计划是？坦率地说，我此时还没有计划，因为我并不能确定剩下的般若传人究竟会不会出现。就算出现了，又能怎么样呢？王地保根本没有打磨封印，封印还是凑不齐。是，这也是唯一让我放心的事情。到最后，谁都得不到。掌门，咱们到了。就这儿。走吧。走了，走了。王想，这是这几天的房钱和饭钱，去给掌柜的送去。好。大师兄，哎，你上次放我侄子还没花完呢，我这2天出去打探情况，钱够。也好。师娘，都城有影响吗？多少有一些影响，都城的嗅觉很容易受到干扰。怎么了？你没闻到吗？从大厅到客房飘着浓浓的酒味儿。还真是啊。这个门三刀比我们提前先到，他十有8九会猜到我们会用都城布防，所以他把整个地方弄得到处都是酒味儿。这个人还真是算无遗漏啊。
这个小人。哎，不凡，你们先歇着，我去四周看看。咱们才刚到，你不多休息会儿吗？哎，休息什么呀？总要到处看看嘛，看看有没有埋伏内务府的王地保带的兵。要。那要不要叫师兄弟跟着你啊？不用，我自己可以。你看，说了，比你们要方便一点啊。你们歇着，那我就告辞了，师娘。多加小心。放心吧。不凡，你的伤差不多痊愈了吧？已经痊愈了。还好这些天我们走得并不快，每天晚上也住的都是客栈，你也一直休养调整着，不然我一直担心呢。放心吧，我已经好了。这件前2天刚缠过的。这么重要的日子，我说给你换一把吧，你偏不让。好歹我给你缠一下吧。后天，说不准是场恶战呢。是，回头我去办。奴才参见将军。不是外人，不用避讳。啊，是。奴才今日刚住进啧啧居，就即刻找个理由跑了出来，向将军汇报。汇报什么呀？就汇报你们住进去了。这种事儿犯得着跟我汇报吗？小人，不，奴才是时刻向将军告知荣天岭的动向啊。来得正好。我有3件事想要问问你。30年之约。周不凡有几分把握可以拿到凤眼？从当前的局势来看，内务府的侍卫在荣天岭面前并不占优啊。虽然门三刀是个高手，但卓不凡前2次和他的交锋都能从容压制。卓不凡如果尽力，门三刀毫无机会。这个卓不凡真这么厉害？有一说一，他的剑法确实是登峰造极。继续。是，王地保这个人啊，实在是能死缠烂打，但是他的实力终归不行。他手里有枪，不过他的枪是北洋的枪，原本还能有些威胁，但是将军您来了，他能不听您的吗？他的枪是北洋43协的，既然我到了福建，自然是要听我的。那是，那这个王地保。这啥也不是，还有波日本人，哎，这些根本没什么鸟用，不可能撼动卓不凡的。那卓不凡岂不是稳操胜券了？只要封印全部出现，卓不凡应该有本事全部拿下，但不会轻松，必会是一场恶战。会不会有意外？意外？您是说那个一直没出现的般若传人吗？哎呀，这个确实不好说，确实谁都没见过般若。我说的意外是，卓不凡会不会有其他的选择？回将军，我早就想过这件事。会。这卓不凡的胃口很大吗？恰恰相反，就是因为卓不凡胃口太小了，才会出意外。将军，净坛秘藏，对于您来说是一笔重要的财富吧？当然。可卓不凡不是啊，他在乎的是秘藏里的武学典籍。齐亲王当初直接就答应给他了，齐亲王根本瞧不上这些秘籍。将军，您能瞧得上那些秘籍吗？我有枪，秘籍能挡得住枪吗？是啊。所以说呀，卓不凡他要的太少了。那些秘籍，王爷能给，您能给，那内务府也不可能舍不得不给吧？真要是这样，那他真能临阵变卦，换个人合作的。将军，您希望我
做些什么。你先出去吧，我跟钟将军有几句话要说。是，那将军，我先出去候着。局势很明显，这卓不凡多半是靠不住了。你说，齐亲王居然把这么重要的一步棋压在这么一个江湖小人物的身上，哼，真不知道该说他老人家是有魄力呢，还是太大意了。齐亲王一开始选择卓不凡和荣天鼎是很有把握的，只是发生了意外。谁也没有想到内务府会将一个关押了12年的死囚给放了出来，谁又能想到一个天津大姑的小捕快会如此的死缠烂打？若不是这2人的话，那卓不凡可能已经得到秘藏了。凡事皆有意外，若是不能把这些意外计算在其中，那怎么还能谈得上叫做计谋呢？钟将军怎么会觉得齐亲王这样做没问题呢？对，你这是女婿不喜欢听别人说你老丈人的不好，是吗？我是一个客观的人，不会因为情感而做出错误的选择。就像我永远都清楚，我的第1个身份是本阳的将军，第2个身份是齐亲王的女婿。我刚刚说，一开始齐亲王很有把握，但那只是开始。如果能够计算出后面发生意外，那他就不该这么开始。那依你看，该怎么开始呢？让我去，把这件事情交给北阳，才是最稳妥的。你岳父可能不希望你参与其中吧？不是不想，而是他不敢。北阳同意支持齐亲王，是想要借齐亲王的手政变，然后控制政变后的内阁。而如今齐亲王的做法已经彰显出他想要在政变后反过来控制北阳的企图。你不信任你的岳父，看起来你的岳父也不信任你呀。北阳不是也不姓王吗？谢先生在京城又来到了福建，想必就是想要看我到底是不是北阳的人。钟将军，我早就说过，将军你是咱们北阳的栋梁。在京城的时候，我已经让于焕杰效命于我，不再向齐亲王汇报。如今荣天岭的一举动皆在我的掌握之中。只要卓不凡拿到封印，那封印就是我们的；如果卓不凡拿不到，落到了王地宝手上，那等于还是我们的；如果落到了门三刀手上，那就是他的死期。这30年制约可以没有赢家，但如果有的话，就必须是我们北阳的。钟将军，北阳能有你，真是幸事啊！既然这里有你在此坐镇，我也就能放心的回去了。谢先生过誉了，大是大非我还是看得清的。叫于焕杰进来，我有事要交代。他们这是还没醒呢。你们昨天晚上喝的也太多了，不过能睡到现在也真的是很厉害。穆青大人真是豁达，马上30年之约了，还能放得下？我觉得他做的很对啊，反正之后马上就有一个结果了，之前没有什么事儿，倒不如好好放松一下。这肉粽真好吃。你喜欢就好。佳洛，等事情结束了，我们就能回大姑了吧？喂，也不着急，反正我们已经在这儿待了好几天了。你想去什么地方，我陪你。我现在已经没有家人了，你就是我唯一的家人，你去哪里我都跟着你。
你想去走走看看也好，想回大姑也好，我都乐意。事情终于要结束了，结束了就好。还没结束呢。卓不凡、于焕杰并未伏法，密葬也不能落入他人之手。等这些事情做完了，才是真正的结束。而且，我也得给你死去的家人一个交代。我什么都不想要了，我就想和你在一起，平平淡淡的。这福建遍地都是铁观音，你送我一包铁观音，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好惊喜的。行了，寒暄完了，说正事。钟将军希望谁得到密葬？什么意思？我知道，卓不凡在为齐亲王卖命，钟将军是不是希望他能够得到密葬？你都说了他为我岳父做事儿，我还能希望他失败吗？他成功了，钟将军有什么好处吗？他失败了，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钟将军，开诚布公，我和你分享一个秘密：齐亲王和我们之间是有协议的。他发动政变，而我们日方则会在他政变成功以后，帮助他确立和巩固领袖的地位。作为交易，我们将会获得东北的交通、商贸和开采权。这个交易未免也太大了吧？哼，和一国相比，一地终归还是小的，但唯有借助我们日本的力量，他才有可能做到牵制北洋。钟将军，你应该不知道我们和齐亲王之间的这个协议吧？毕竟您是北洋的将领。我不觉得你们有能力牵制北洋。您很自信，也很自负，但是您不够自省。我们日方和北洋孰强孰弱，这个根本不需要争辩。说说你真正想说的吧，别这么绕来绕去的。我真正想说的是，卓不凡得不到密葬，或者说是卓不凡不会把密葬交给你，交给齐亲王。王地宝和门三刀已经合作了，齐亲王能给卓不凡的，他们照样能给。如果我是卓不凡，我会选择跟他们交易。你忘了王地宝的枪是北洋的吗？福建驻军可以号令北洋43协吗？你指挥不了他们的。那就让内务府拿了，反正也还是我们朝廷的。钟将军，您真的这么想吗？据我所知，这笔钱数目很大，甚至可以让皇室起死回生。这是北洋希望的吗？让你们拿到，更不是我们希望的。刚才你说你们希望渺茫，其实不然。秦信封阁下，只要我在这儿，你大可以放心，你们是绝无可能，毫无希望。钟将军，我调查过你的资料，我很清楚，你是极度聪明的人，所以权宜之间，相信你是推演过的。不如我说一说，看看是否和你想的一样。哇，这肉夹包吃的好过瘾。是啊，刚刚那家姜母鸭也不错，不过那个土笋冻啊，我是有点吃不惯。入乡随俗嘛，当地的名菜总得试试。穆青大人说的是。拐过来这个弯儿就是啧啧居了。封住这条路，基本上就是封住咱们所有的出入口。这家客栈，日本人到时候会住进去，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进啧啧居。那我们要不要？不用，清一信封不足挂齿。不足挂齿，那他们跑来泉州做什么？可能闲着也是闲着呗。你会这么觉得？你是不是酒还没醒？清一信封最希望的就是谁都得不到密葬。我得到了，朝廷有好处；北洋得到了，朝廷虽然不太好管，但也不能说是坏处。你们得到，反正你们也得不到。啊，
就算被你们得到了，那好处也不是日本人的呀。所以搅和才是青衣信封的终极目标。这40多天来，他不一直在搅和着吗？你不会是怕了吧？他的情报能力啊，倒是让我有一些害怕。不管我做什么，王地保做什么，卓不凡做什么，他好像都能第一时间最快的知道。你们内衙有人通风报信？应该不会，不过他跟踪我的次数好像不少。荣天岭呢？按理说，荣天岭都是灵溪的人，而且都是门徒，不太会出叛徒。但是他们过得实在是太苦了，有个把人变节也在情理之中。王地保肯定不会，就他自己。他那个女人有问题。啊？长得挺漂亮，看着也不穷，可为什么案发之后一直跟着王地保啊？王地保是长得好看还是有权有钱啊？瞎的人肯定有，但这么瞎就说不过去了。昨天晚上喝酒，他又没喝多少，然后人就不见了。他要是真那么爱王地保，能不管不顾的让他猛喝，自己上楼睡觉？反正换我是不太相信。那你不告诉王地保啊？我无凭无据了，告诉王地保，他也不听不信啊。他就是一个杠头，随他去吧。就算那女的是青衣信封派来的，他又能做什么呢？他收集那么多情报干什么？我想来想去，最麻烦的就是他想到了我想的办法。你什么办法？和钟海潮做交易。钟海潮？什么交易啊？你这个脑子搞革命，我是真不放心啊。不是，什么意思啊？青衣信封是日本人，你自己都说了，日本人希望谁都找不到宝藏。钟海潮是北洋将军，还是王爷女婿，那他肯定是希望找到宝藏的。双方利益都不在一个目标上，怎么交易？你也说了，钟海潮是北洋的将军，又是王爷的女婿，那有什么不同？当然不同。齐亲王政变需要北洋的支持，北洋支持的前提是需要利益，而这个利益是目前国库空虚的王爷给不出来的。给不出来，他就只能给权力，权力不能更多的掌握在齐亲王的手上，那他政变就没有价值。齐亲王想要保住价值，就得去寻找禁坛密藏，密藏就是利益，齐亲王要用这个利益买回他的权利。所以啊，禁坛密藏这张牌，在齐亲王手里和在北洋手里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结果。你要是钟海潮，你会计算不出来这期间的利弊吗？算不出来。我看出来了。这个甜的。净坛密藏是一张决定成败的牌。我说过，我希望谁都得不到。如果一定要有人得到，那么北洋得到要好过内务府和齐亲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北洋的势力太多了，那么多大帅聚在一起，听谁的呢？搞不好会因为分密藏打起来。你们乱，肯定对我们才有好处。在这种情况下，钟将军可以选择跟我合作。这都只是你的推断，你怎么就确定青衣信封会去找钟海潮谈合作啊？我王地保、卓不凡都已经到泉州了，青衣信封能不到吗？连他最合适的住所我都给他已经挑好了，就是街头那家客栈。但是他和他的人到现在还没有住进去，因为他知道自己实力不济，住进去了顶多也就是监视，根本插不进手来。所以他必须和钟海潮达成交易，要不然他根本不能对我们有所动作。要是我猜的不错，最晚明天晚上他和他的人就会进到那家客栈，那就说明他和钟海潮全都已经谈妥了。谈妥什么？谈妥怎么对付我们呀？先让我们搞30年之约，等风音凑齐以后再把我们一锅端了。这件事情钟海潮不适合出面做，青衣信封出面最合适。那你还说青衣信封不足挂齿？哎，青衣信封是不足啊，但背后加上一个钟海潮就足了。钟海潮手里有的可是枪。要是你预判的没错，那你不是死定了？是啊，幸好我预判到了，要不然
真的会死。泽泽局里有内务府43协，我断然不能直接出现。我能做到的，就是保证没有人会管你、影响你。初6那日，般若传人如期现身，你可以直接将其拿下，然后杀了门三刀、王地保和卓不凡。我也会遵照我的约定，将其中2份封印交给钟将军，我们日方保管另外2份。好，宝藏谁也不拿，但掌握在你我手中，日后我们可以再谈新的合作。钟将军，跟我们日方结为盟友，对您肯定是有好处的。那我也希望你们可以信守承诺，在未来，我可以随时从你们的情报网中获取我需要的信息。我的情报网在整个东亚是最强的，若是在战时，其价值可不比密藏要小。这次交易，钟将军您才是最大的受益者。既然是交易，就是彼此都能接受的条件，谈不上谁占便宜谁吃亏。如果般若传人没有如期现身，你会怎么做？我不会在一件事情上耗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般若传人没有出现，那么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他们全部歼灭，不留后患。钟将军也是这么想的。